注意看，前方3辆车并行，俨然已经匹配成功，一场直线加速赛即将开始。但跟在身后的2位阿 sa 非但没有制止，居然还在猜谁能赢得这场比赛。在几位老哥开始加速之后，担心他们玩得不够刺激，阿 sa 还体贴地为他们打开氛围灯。好，这下跑得慢就不是输比赛这么简单了。警灯一开，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CHP 加州高速巡逻队的阿 sa 在巡逻时，发现前方有2车并行，觉得有些古怪的他靠近一看，才发现一辆黄色的宝马 M4 和一辆白色的丰田 Supra 居然已经匹配成功。眼看一场好戏开始，阿 sa 并没有出面阻止，而是笑眯眯地跟在身后吃瓜。这爱看热闹，果然是不分国界。虽然阿 sa 落后的比较多，但也不难看出来宝马 M4 拿下了这一局。别看 Supra 输给了 M4， 但其实真正落后的是阿 sa。而在1/4英里后，2人放慢了车速，看样子是准备再来一把。这就是美国老哥们最喜欢的直线加速赛。当阿 sa 再次悄咪咪地跟上来时，2车已经互换了位置，摆好了架势，随时准备开始第2次。而从阿 sa 所保持的距离来看，他依旧没有打算阻止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还在和副驾的队友讨论谁能拿下这第2个回合，顺便掏出他新买的手机拍下这精彩的一幕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导致他起步比2人慢上了1拍。可以看到，在换了位置之后，起步时依旧是 M4 更胜一筹，但结果如何都怪阿 sa 落后的太多，没办法看清谁笑到了最后。阿 sa 也不想错过这个精彩的结果，正不断的加速想要跟上2位老哥，但这种情况道奇充电器也有心无力。不过从数据来看，大概率依旧是 M4 获胜。虽然这2车同为直列6缸发动机，但 Supra 使用的宝马 B58 只有340匹马力，而 M4 所使用的 S55 有430匹马力，更何况这辆 F82 还是双涡轮增压，功率和扭矩都要更高。如果只跑100米 ，Supra 可能还有些胜算，毕竟2车的100公里提速都在4秒左右。但在原厂状态下跑400米的话 ，M4 只怕是要更胜一筹。而前方的 NPC 们看见2辆车如此快乐，也是忍不住加快了车速。果然是有人开团就有人跟，一路上多辆车都在尝试匹配，但以这辆车的性能，能跟上的寥寥无几。此时依旧是 M4 遥遥领先，2人似乎都在寻找新的对手加入匹配。而阿 sa 前方这辆白色的奥迪明显已经被勾动了 DNA。由于多位 NPC 加入了匹配，导致场面变得极为混乱。而就在这时，前方的 Supra 匹配出现了失误，他提前踩下了油门加速，眼看他先走了一步，奥迪老哥立刻上前凑数。此刻3辆车并排行驶，准备一决胜负。而看着老哥们玩得如此高兴，阿 sa 也是乐在其中。如果不是前方凸起的保险杠，我甚至以为这是哪位老哥拍的视频。而现在前方的3辆车已经准备就绪，最左侧的是黄色的宝马 M4， 中间的车型不能确定，右侧的只能确定是一辆奥迪。3人只是稍作准备，便立刻开始了这场匹配。在身后跟了许久的阿 sa 终于忍不住想要加入，他打开氛围灯，想要给自己来点 buff 加成，但这让本就只能吃灰的道奇充电器更加跟不上几人。而此时发现情况不对的 NPC 连忙减速，原本只是想玩一下，别把车给搭进去了，浅浅的踩一脚，还没到被抓的程度。可以看到落在最后面的奥迪老哥已经打起了转向灯，看见阿 sa 没有减速，他松了一口气。而面对这辆丰田 Supra， 阿 sa 也没做停留，不知名的灰车老哥也不是阿 sa 的目标。好，观察了这么久，挑了个最厉害的来抓，是看着 M4 连续3场都赢了吗？驾驶 M4 的老哥眼看已经被阿 sa 给盯上，赶紧拿出妙剑 R9 揉锤肩颈按摩仪来救急，上揉脖颈下捶肩，解放机也不放弃，揉捏捶打双模式，按完爽到飞起。怪不得一上市就超多好评，创新1200次高频捶打，组合按摩不停歇，向老师傅又揉又捶，人手体验 2.0 真贴切，再配升级的艾灸烫热敷，软透后颈通血气，里外舒畅不憋屈。这手法确实比别的按摩仪专业，上班盯电脑，下班刷手机，颈椎负重前行不容易，赶紧备一个妙剑，往后一扣就能解放双手。我给爸妈也安排了，有语音播报好上手，3档力度加5种模式，揉腰揉腿，全身都能照顾，续航也持久。大家肩膀酸胀别大意，发展成颈椎病就难医。推荐大家都用妙戒长调理，不仅比出去按摩便宜，还小巧轻便。现在领我的专属券可以抄底入手，保价大促，买贵退差，送运险，1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2年质保，大家快冲吧！不得不说，这阿 sa 确实是敢于挑战，太弱的看不上，不跑的没意思，要抓就抓最强的。看来是在观察了几人的对决之后，阿 sa 认为 M4 也不过如此，以他的实力拿下老哥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原本我以为阿 sa 在这老哥手上坚持不了2个回合，没想到这阿 sa 的实力如此了得。
个完美的高速过弯，衔接一波急加速，居然在前方路口跟上了被堵住的老哥。好家伙，阿 Sir 这实力确实叫我刮目相看。而眼看此时老哥已经动弹不得，这大好的时机，两位阿 Sir 连忙下车，准备按 F 键将老哥生擒。但就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，前方的公交动了，绿灯来了。趁着两位阿 Sir 正在下车，老哥先发制人。相比较刚才落后那么多开始追，此时才算得上是一次公平的开始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的战力表。好，两位6星大佬，两人前面所表现出来的实力早已毋庸置疑，现在正式匹配成功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凭借着动力更强的优势，才刚开始，老哥便领先了1个路口的距离。这 M4 的速度真的是不比不知道，哪怕道奇充电器被阿 Sir 踩得嗷嗷叫，黑烟直冒，也避免不了被 M4 给拉爆。但这位阿 Sir 最擅长的就是弯道，这一顿操作还真就跟上了不少。看着前方不到100米的老哥，阿 Sir 是信心大增。但是下一秒，老哥让他再次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 M4，这一脚油门下去，阿 Sir 还没反应过来，老哥已经去到了300米开外。阿 Sir 的雷达显示，几秒钟内这辆 M4 的时速就已经突破了200。尽管此时阿 Sir 已经拼尽了全力，但前方密密麻麻的尾灯早已看不到老哥的半点踪迹。以直线能力加速为傲的道奇充电器，在 M4 面前也是完全没戏。看来对付这玩意儿还得地狱猫来才行。正所谓有时候不努力一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尽管这位阿 Sir 实力超群，但终究是难跨越载具上的鸿沟。两人的实力本就不相上下，动力的差距没办法靠技术弥补，那自然以跟丢而结束。但和这老哥匹配一把，也确实是让阿 Sir 跑爽了。没能拿下老哥，只是美中不足。正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该下班时就下班。阿 Sir 已经关灯，咱们下班。